欢迎来到转型起步智慧工厂白话讲堂。这一篇呢，谈的是有关于是在第二类的第一章的第二小节，有关于 AI 在智慧工厂的5大应用场景。接下来这2页，一个是在介绍有关于白话讲堂的课程内容的介绍，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主讲人张超人的背景介绍。那这2页我们都不再多做说明，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的置顶的 video 那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对于课程的相关的介绍。那今天探讨的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白话讲堂的规划里面，每次都只有15分钟左右，所以呢，有些题目我会把它拆成2个章节来去做介绍，或3个章节来介绍。所以这堂课的前置作业有个先修课程，欢迎各位去参考。那课程编号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有这张表之后就可以比较快的去查到课程相关的内容。OK， 那今天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前面的课堂里面谈到 AI 智能工厂常被问到的3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先引进了一段黄仁勋在这个2025 CES 上面的介绍，大概3分钟，然后衍生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大语言模型里面有很多的真实数据，那回过来讲，如果我要把它用在智慧工厂里面，问题是你的工厂里面的数据正确吗？然后在介绍工厂数据之前呢，我们会先谈到个模型的基本概念，再谈到就是说工厂现在从传统的这个纸本工单进入到未来的所谓的智慧工厂的概念，MES IIoT 可以协助做哪些事情？然后在这之前，我们会碰到哪些管理上面的问题？所以说 AI 智慧制造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谈谈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然后 MES 和 IoT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好，那回到我们原本的以终为始的概念，既然我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回过来讲，如果我做到了，我在 AI 智能工厂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呢？OK，所以回到呢今天的主题，前面说了，智能工厂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数据的正确与否，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那回过来讲，如果我今天做得到的话，那我可以用 AI 在我的智能工厂里面做哪些事情呢？OK，其实今天的投影片只有一张就这一张，因为我们也只有15分钟，所以在看到这个 AI 智慧工厂的应用场景，我们等于说在谈一个未来的愿景，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以终为始。未来如果你有这些需求，那现阶段你怎么做？那在谈到现阶段怎么之后做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看如果 AI 在智能工厂里面有哪些的应用场景。那我这边列举了5大类常看到的一些现象那利用这时间跟大家做个分享。第一个场景是有关于设备的预测维护 predictive 的 maintenance。我们常常可以透过一些数据模型的数据的收集，包括像振动啦、温度啦、噪音啦、或者电压、电流、负载相关的这些讯息，来去想办法去侦测我们的所谓的 pump 马达、发电机等这些设备。如果这些设备突发性的宕机，突发性的造成我的生产的中断，那一来是我的品质会受影响，二来呢，这个设备中断有可能造成我的公安危机，或者是说对于我的产能的损耗。那这个东西都会，如果可以事先的去预测的话，那它可以大大幅度的减少了很多的损失。而且在过去的辅导的案例里面，过去也常常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厂长会抱怨设备工程师每天没事干，在墙壁那边也不知道做什么。可是呢，当设备一宕机，这些设备工程师马上出现，能够去做维修，他们就觉得说，设备工程师的确有必要。可是呢，有时候一宕机的商务台的时候，你会发现1、2个工程师根本不够用，你又希望他能够有更多人来去 support。所以说在工程师的这个事先的调度排程，以及在做设备维护的这些的备品的 parts 的库存成本高的情况之下，库存多的话，
也会造成我的工厂的维护的成本的增加。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我在整个在这个设备的预测维护保养维护里面会碰到的问题。那它的前提限制呢，第一个你可能需要有很多的所谓的 IoT 的设备连线，有这些连线的资料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预测。好，那如何预测以后我们再谈。那另外一个呢，设备维护保养的一个数位化。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设备维护保养还是在所谓的纸本作业。那这个东西当我这个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或者过去保养的记录里面，你也很难去运作，说如何去了解整个产线上面的相关问题。所以说这个设备维护保养的数位化，一般来说我们把这叫 preventive 的 maintenance，在预测的话叫 predictive 的 maintenance。所以说像这些系统也是需要具备。OK，那第二个场景是有关于品质的预测与异常的检测 quality 的 prediction 以及 anomaly 的 detection。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呢，我可以根据过去的制程数据的模型，那当各个站点量测的结果出现之后，我就可以预测这个产品未来的良率是什么。那当然它就可以快速响应我的制程的变异，来降低我制程的损失。那回过来讲，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生产之后立即做影像辨识。有关影像辨识的应用，就是回到场景5。那到场景5的时候，我们再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立即判断，判断完就可以做立即的处理。我都有异常发生的时候，我该要去 hold lot hold equipment 相关的后续动作。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标注瑕疵与类型，跟它所在的 location 位置。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做所谓的机台的数据的收集，在收集完的时候，根据这个制成的数据，去预测产品的品质，去预测量测的结果。那有一个名词叫虚拟量测。那虚拟量测的话，就可以去提升我设备的稳定性，也减少量测。因为量测在工厂里面是没有 productivity， 是没有产能的，它量测过多也会造成了所谓的 process 的 cycle time。制成的这个周期拉长，然后就造成我的成本增加。那像 NSPC 的 VN 的系统，当然呢，如何把它做好又是另外一个难度的问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制程优化，我可以根据制程跟良率的资料去建立关联模型，然后去做所谓的 run to run， 就每一批货 run 完了之后呢，根据它的量测结果，根据我的模型的计算来去做机台的微调。那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比较 critical、要求比较制程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制程设备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它就可以一边去执行过程里面根据量测、根据模型的结果来去做这个机台参数的调教。那相对来说它就可以增加稳定性，减少人为的误判，然后减少 parallel run，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 parallel run， 等于说先跑个先行片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跑先行片的话，它的产能就会下降，所以它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生产效能。那当然回过来讲，这个东西正确的 IoT 设备，正确的一个 MES WIP 的管理的数位化，跟 Online SPC 的系统是必备的。OK， 那有关于人员与排程的优化，我们知道呢 ，AI 也可以根据班次啦、机种的能耗啦，去做一些能耗成本的计算，去做一些最佳化的计算。那能耗呢，跟产能呢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根据 MES 所提供的 WIP 在制品的管理的讯息，我们可以去知道接下来的产能多少。那产能如果下降的情况之下，那其实有一些supporting 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这些制程设备或者是这些 facility， 它其实可以去降低它的运转状态。比如说我工厂里面有2个锅炉，但是现在这个产能下降，所以呢，我可以把一个锅炉调整为一个 standby 的状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一些变频机的应用，那这些东西都是跟能耗息息相关的。所以考虑到这个每日的这个生产排程，考虑到这个人员尖峰的负载跟设备的闲置化，我就可以达到一些成本的最佳化跟节能的这个损耗。那这东西当然需要去正确的 IoT、MES 的 WIP
跟能耗管理的双向管控。再下来是有关我们比较常用的叫做 computer 的 vision 的 quality 的 assurance， 这个电脑的视觉的这个品质的这个验证。那也有人就是 OCR， 这个透过 OCR 的方式去做设备的资讯的检测。那透过这些东西，我就可以透过 AI， 透过 machine learning， 透过 deep learning 来去做这个 pattern 的检测。那现在比较广泛用在什么 PCBA 啦、PCB 啊、晶圆啊、基础加工啊，对于这些的瑕疵，过去我们可能都需要人工去目检。那人工目检的话，就要花很多的人力、时间，还有人为的检测过程中，可能应该说一定会有一些人为的误差。那透过这些的 video 的，透过这些影像的辨识，比如说我的电阻插反，比如说我的这个成品上面有一些裂痕，事实上透过这些影像辨识，我就可以去提前检测它可能有出现一些制程品质上面的问题。那过去人工目检你要去做百检，要去100%检测是很困难的。那透过 video 的话，拍照，透过这个 pattern recognition、pattern 的这个特征的一些辨识，我就可以去提前的去了解我的设备、我的制程是否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所以透过 OCR 设备的外挂，透过 MES WIP 的管理，我就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那回过来讲，我们刚刚在说过的在工厂里面的数据的正确化的收集，以及这些正确化资讯的收集，未来在 AI 的应用，但前提我们可以看得到，前提限制里面，如果你今天没有 IoT 的设备连线，不跟机台去做连接，如果你没有 WIP 相关的这个生产资讯，去了解到说每一个 product 在工厂里面的每一批货执行到什么地方，然后它的站点、它的产能、它的产量相关的数据，如果你没有一些及时的品质量测相关的数据，或者是能耗相关的数据，或者像 OCR 的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是没办法去及时的反馈、及时的去辨识。那只有设备维护保养是属于单机的设备维护保养，它可能不一定需要 MES。设备维护保养可以独立运作。但是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这个智慧工厂里面，设备的连线 IoT 机联网，以及这个 MES 的所谓的 WIP 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算是我们的基础措施，也就是我在乱一个智慧工厂，在乱一个 AI 智慧工厂之前，我该做的准备动作。那这些动作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去做 AI 分析，去做 AI 预测，做智慧工厂管理，去做 BI 报表相关的数据，你会觉得说，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它就是一个缘木求鱼，因为你没有任何资料，你把 AI 的系统找一群这些数据分析的专家，想要去在我的 BI 报表上面看到真实的生产数据，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在这些系列课程的一开始去探讨。以终为始，未来我如果达到这样的目标，那现在我该做哪些事情？我该做哪些准备工作？这是我们会希望说，在整个 AI 智能工厂里面，尤其是 AI 在智能工厂里面相关的应用，当然还有更多的应用值得我们去探讨。当然回过来讲，这些东西讲是这么讲，如何落实？目前我可以这么讲。Pattern recognition 检测，这个 pattern 的检测这一块，目前是相对 AI 在智慧工厂应用比较成熟的。那其他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各方面的搭配。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在未来的所谓的数据分析里面，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去做探讨跟分享。OK， 那这就是今天有关于这个课程上面的一个说明，谢谢各位。好的，那在最后呢，还是希望提醒各位因为影片的制作不容易，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订阅跟分享。那我们每周一跟每周四的晚上8点会持续更新我们的课程内容。好，谢谢各位，再见。